项羽不是输给了人，他是输给了一套算法。很多人在复盘楚汉战争时，总是感叹项羽的英雄气短，但在我们的复盘系统中，项羽自始至终都不是输给了一个人，他是输给了一套全新的、具备自愈能力的战争算法。项羽是中国历史上武力的绝对天花板，司马迁笔下的他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不仅是文学化的修辞，在逻辑复盘中，这意味着项羽拥有那个时代最高的单核主频。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一个主帅的个人魅力和勇武就是整支军队的信号基站，只要项羽不倒，楚军的战斗指令就不会断绝。但这种模式有一个致命的致命伤，它过度依赖核心。一旦核心被算力更高的系统封锁，整支军队就会从神机营退化成乱民堆。而韩信就是那个专门为抹除项羽而设计的清道夫。让我们先回到3年前的彭城之战，那是项羽的巅峰，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系统的算力极限。3万骑兵面对56万联军，项羽只做了一件事，单点突破。他在刘邦庞大而臃肿的系统里寻找到了那个最薄弱的节点，然后投入了无限大的瞬时动能。结果是刘邦的指挥服务器崩了，56万人瞬间沦为无法处理指令的垃圾数据。在项羽看来，战争的底层逻辑永远是我足够强，我快到让你无法响应，你就会崩溃。这是战神的逻辑，也是旧时代的逻辑。但到了公元前202年的垓下，项羽遇到了他此生最大的 bug， 韩信。韩信接管指挥权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构了汉军的运行环境。韩信知道项羽是一个单核频率极高的 CPU， 任何正面的硬碰硬都是在自杀。于是韩信给项羽准备了一套名为十面埋伏的分布式计算网络。垓下的战场不再是两军对垒，而是一个巨大的吞噬系统。韩信亲自统领30万中军，但他并不是要和项羽决战，他只是一个诱饵。在他两侧分别是孔熙和陈赫的2支侧翼军团，在他身后是刘邦的战略预备队，而更远的地方是周勃和柴武的封锁线。这不仅仅是人多，这是负载均衡。当项羽带着他那无坚不摧的亲卫骑兵像一道闪电般撞向韩信的中军时，韩信做出了一个让项羽困惑的动作，退。在旧逻辑里，主帅后退意味着溃败，但在韩信的系统里，这叫压力释放。韩信的中军在撤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完整的编制，他在引导项羽进入一个算力陷阱。项羽冲得越深，两侧的孔熙和陈赫就包抄得越紧。项羽悲哀地发现，他每一次冲锋所消耗的能量都被韩信精准地分摊到了60万汉军的每一个微小单元里。项羽的暴力输出像是打进了一团带有粘性的、不断重组的算法迷雾中。他砍断了第一层防火墙，第二层立刻补位。他撕碎了左翼的扇区，右翼的算力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合围。这就是降维打击。当项羽还在追求极致的个人暴力时，韩信已经完成了战争的工业化升级。韩信不需要比项羽更强，他只需要比项羽更稳，容错率更高。到这一刻，垓下的包围圈已经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土墙，它是一道逻辑上的死锁。项羽被困在了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多线程世界里，等待着系统对他进行最后的格式化。很多史学家把四面楚歌看作一种感性的心理战，但在复盘逻辑里，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精准的针对指挥链路的 DDoS 攻击。什么是 DDoS 攻击？就是通过海量的垃圾请求瞬间占满你的服务器带宽，让正常指令无法下达。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楚军已经断粮多日，他们的生理防御系统已经降到了临界点。此时韩信在深夜让汉军齐唱楚歌，本质上是在向楚军营地发射海量的情感垃圾数据。
每一个楚兵的神经网络里都保存着对家乡、对亲人、对和平生活的底层代码。韩信的歌声就是一段激活这些代码的木马脚本。当歌声响起，士兵大脑中原本属于战斗、服从、冲锋的带宽，被瞬间翻涌而出的思乡、厌战、恐惧彻底占领。项羽惊恐地发现，他引以为傲的指挥系统失灵了。以往他只需一声怒吼，士兵就会像零件一样精准运转，但现在无论他如何咆哮，发出的指令都在空气中产生了巨大的丢包和延迟，因为士兵们已经关机了，他们的大脑拒绝处理任何关于战斗的信号。韩信切断的不是粮道，而是项羽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重。这里我们要深挖一个细节，为什么项羽也跟着唱？史记载，项王见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一句反问标志着项羽本人的逻辑防御也崩了。他作为系统的最高权限拥有者，竟然也被敌方发射的错误数据欺骗了。他认为后方已经全线失守，内源性的崩溃比外面的刀剑更致命。当兵变在黑暗中发生，当士兵开始成群结队地向汉营投降，这不再是战败，而是系统的全线清算。项羽在帐中唱出虞兮虞兮奈若何时，他已经意识到，他作为英雄的系统管理员权限被韩信的信息战精准降解了。这一晚，项羽输掉的不是江山，是他作为战神在这个逻辑世界里生存的合法性。随后是那场被传颂千年的突围，项羽带着最后的28骑冲到了乌江边。我们要特别复盘这一段，28人对数万人，项羽依然能反复杀进杀出，甚至斩杀汉军将领。这证明项羽的单核性能依然是无敌的。但为什么他最后不走了？很多人觉得项羽不肯渡江是因为性格里的刚愎自用，所谓的无颜见江东父老。但如果你站在架构师的角度看，你会发现项羽在这一刻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他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韩信通过垓下一战已经完成了对他整个人设的全量注销。项羽原本以为只要渡过乌江，回到江东，就能重新加载备份数据，重启服务器。但他看着滔滔江水，突然明白了，韩信布下的网早已延伸到了江东父老的心里。逻辑推演如下：如果项羽回江东，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江东子弟再次为他拼命。但这些子弟的父兄刚刚在垓下的四面楚歌中被韩信完成了认知洗脑。如果他渡江，他带回去的不再是战无不胜的神话，而是被破解的逻辑和失败的恐惧。一旦战神的底层逻辑被韩信物理破解，项羽即便回到江东，他也无法再次启动那个名为反抗秦汉的宏大系统了。民众需要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败将。于是在乌江边，项羽做出了全篇最决绝的选择。他拒绝了重启，选择了硬件格式化。他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亭长，自己下马步战，最后自刎。他不是在自杀，他是在用肉体的毁灭强行保住他作为英雄最后的数据完整性。他明白，神话一旦破碎就无法修复，只有消失才能永恒。项羽在乌江边倒下了，在物理层面那是血肉之躯的终结，但在逻辑层面那是精英英雄时代的正式谢幕。很多人在看这段历史时会觉得韩信赢了。确实，韩信通过垓下一战向整个古代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体系的力量。他把战争从一种单纯的武力竞技提升到了一场多维度的算力对抗。但如果你深入复盘韩信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一个更残酷的递归悖论。
韩信这套冷酷高效、通过分布式网络清空对手的系统，它的运行是需要宿主的。这个宿主就是刘邦。韩信能够重写战争的代码，是因为刘邦给了他管理员权限。而当项羽这个最大的威胁被抹除后，刘邦作为这套系统的最高拥有者，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收回权限。垓下之战结束后的当天，刘邦就驰入韩信的军营，夺走了他的兵符。从那一刻起，韩信这个战争架构师也进入了被清算的倒计时。这正是逻辑演化的必然。当一个系统不再需要通过极致的算力去对抗暴力时，那个掌握极致算力的人就成了系统最大的不稳定性因素。韩信在战场上没有对手，但在规则里，他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最高权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冷酷的结论：项羽是被韩信在物理层抹除的，而韩信是被刘邦在政治层格式化的。项羽死于他不理解的算法，韩信死于他太理解的规则。回看2000多年前的这场对决，项羽代表的是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原始主频，他华丽夺目却脆弱。韩信代表的是算法为王的体系力量，他精密高效却注定被体系吞噬。那么这种演化有终点吗？历史的底层代码一直在迭代，从项羽的暴力到韩信的算法，再到后世层出不穷的各种管理逻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某种系统里。当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单核频率，试图成为像项羽那样的强者时，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总有像韩信一样的力量，在暗处通过重构规则来对你进行降维打击。这一期复盘到这里，我留下一个问题给评论区的各位：如果你生活在楚汉之际，你愿意做那个哪怕粉身碎骨也要追求极致自由的项羽，还是愿意做那个为了构建完美体系，最终却被体系抹除的韩信？或者说，在这个逻辑至上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还有第三种生存逻辑？历史没有如果，但逻辑可以重构。我是林良和，感谢观看这期深度长视频。如果你觉得这种复盘逻辑有意义，请务必关注、点赞并分享。我们下一次系统清算再见。